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谢荣健，大家平安；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从昨天在观众朋友在节目里面看到李珍秀女士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所有的来宾，大家从包括黄国昌，对这几天他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然后包括周玉修、陈志汉这些，觉得就是他们在搞他的意思，他觉得好吧？那当然来宾有一直问说，那阿北呢？那最重要是阿北啊，然后你一直护着阿北，那是不是阿北也要出来帮你讲两句话？对，阿北今天出来说话了，当然不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因为大概很多人都会质疑说，阿北会不知道李珍秀你要被开除吗？如果真的要像李珍秀讲的这样护着的话，是不是早该出来说话？那阿北今天出来说的话，不晓得会不会让李珍秀觉得有一点刺心？当然，在口头上还跟你讲说没有啊，他不觉得有怎么样，只是这些词听起来会不会觉得阿北在告诉他说不要再往下继续节外生枝了呢？让你先听看阿北怎么说的。来，如果你当时是要代表陆配这个族群那就应该要谨言慎行。老实讲一开始大家也是都很帮忙他嘛，对不对？你自己都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几百名党员居民去检举他，中评会是7-0就是全票通过把他开除。越急着想要去矫正，你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就越讲越错，后来就没办法收拾。所以。你也不要去总会去讲那个什么陈志涵奴才的，这我就觉得陈志涵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周玉修也是，你自己都开始骂人家什么奴才啦什么的，这个所谓是加分呢，越讲越糟糕，就是这样，讲别人家坏话也不会让自己变好嘛。这个我倒觉得看淡。我觉得我有分寸，我有跟主席讲过，请大家放心，所有的支持者也请放心，我不会伤害台湾民众党，我只是针对黄国昌。我之前讲过，当年我针对高虹安也是，因为高虹安就是确实是一个坏人，而且他那么贪婪无厌，而且还欺压助理，连那种小钱都贪贪得无耻，真的是人品有问题。那所以我说，我做人从来都是这样，有恩必报，也有仇必报。今天是黄国昌对不起陆配立委，他一定要帮民进党搬走我这颗石头嘛。我也希望说，如果就像昨天在电视上讲的，如果真的国台办讲说为陆配遮风挡雨，请你对黄国昌终身追责，谢谢。OK，这你看到这李珍秀对媒体所讲出来的，甚至连请国台办终身追责都讲出来。但是如果先回到阿北那一块的话，来一善，大家这几天其实都在找阿北吧？没错，因为阿北是能够出来一锤定音的。没错，到底这件事情怎么一回事？可是你从刚字里行间，他也赞美了陈志涵，他也赞美了周瑜修，所有这些，所以听起来意思就是在告诉李珍秀不要再往下了吗？没错，其实李珍秀上片所有的政论节目他有2个坚持，第一个坚持不放弃国籍可以当立委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坚持他是可以当立委的啦，不用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还是可以当立委，这是他第一个坚持。第2个坚持叫做绝对不怪柯文哲。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那一次礼拜2的时候，我跟他同台，我说柯文哲，你要为2件事情说清楚啊。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李珍秀一直都说其实柯文哲跟他或者是党内有人跟他说可以做到这个会期为止，他会主动来下台嘛。那这个东西对于党纪来讲就可以不用处分了嘛，因为他主动下台。第2个他说钱的事情，我说钱的事情，柯文哲你要帮他作证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党纪的问题，他有人的声誉的问题。甚至有未来刑法的问题嘛，所以柯文哲你出来要帮李珍秀讲到这2件事，我一讲完之后，李珍秀在旁边就哭了说不要再制造阿北的麻烦他也是有无辜的，他有他的困境，讲的非常的真心叫真心结果今天真心换绝情为什么？柯文哲就直接讲你也有你的错那个陈志涵是对的黄国昌也很辛苦那个周玉修也很辛苦这些人都对了，你为什么要骂他们？表示他已经站对了嘛，柯文哲已经站对边，就是黄国昌、陈志涵、周玉修的处理的方式都是对的嘛，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嘛，到底为什么你在4月7号人家找他开这个秘密会议，要求要录音带这个会议的之后，你还说对媒体说
这个要让李珍秀有时间准备嘛。那当然，对于李珍秀来讲，我有这句话，我当然就安心嘛。安心之后3天，4月13号就开除了。对于李珍秀来讲，当然是不公平嘛。我是不是以为柯文哲已经答应我就算数了，结果不算数嘛？第二个部分就是钱的事情嘛。到底他跟你谈的时候，至少柯文哲要说没有，他跟我谈的时候没有谈到钱的事情。那至少李珍秀会觉得说，我因为被这件事情来作为理由开除党籍，那我的声誉至少柯文哲有还我公道嘛。但结果今天柯文哲也没有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虽然李珍秀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敢骂柯文哲，但是这2件事情柯文哲还是没有说清楚，而没有说清楚就可以回到我们过去可以了解，柯文哲只要面对党内的争议的事情，他的统治术的 SOP 啊，跟 A 说 A， 跟 B 说 B。我直接讲，如果没有柯文哲的同意，陈志涵跟黄国昌会在4月7号去找李珍秀，会在4月13号7-0全部通过开除李珍秀。我不相信，所以跟 A 说 A， 跟 B 说 B 嘛，跟李珍秀说给你时间去做准备嘛，然后呢跟 A 说都是 B 害的啦，就是 B 要开除你啦，然后跟 B 说你看都是 A 不对啦，李珍秀那边闹是不对的啦，这就是柯文哲非常标准的统治术嘛，然后 A 跟 B 现在李珍秀跟黄国昌吵翻天了之后，就会跑来跟柯文哲说皇上英明请圣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黄国昌、陈志涵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圣裁了嘛。A 已经没用了，李珍秀你已经没用，你已经被开除了，我不会站在你那边了，我会站在黄国昌跟陈志涵这边。但是我要跟黄国昌跟陈志涵讲，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永远有 C 啊。因为他一定会再拉 C， 再玩一次 A 与 B 的游戏，这就是柯文哲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其实也没有多高干啊，那台语叫做人告修家啦，这是谢龙介最清楚了。这句话都是人告修家嘛，假的了。你人告修家，你唔茫个讲对我这来个。我还以为你要讲说还有其他更文雅的用法。我讲我人告修家，讲了无标准所以你要帮我正义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柯文哲他去处理党内，而且他私底下讲过，这叫练鼓，让你们斗啊。谁斗赢了我就挺谁。但是我要呼吁柯文哲，你已经不能选总统了，你已经不能选主席了，好好的回去面对你的司法，才是最后你这个人生最后的一步。不要每天沉浸在你是皇帝，可以所有人绕着你做圣裁的那个皇上了。OK， 但我不晓得，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出来？第一个李珍秀，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他听到柯文哲讲那一段，这个也对，那个也对。然后你就是讲多讲错啦，然后你还骂人家什么什么，那个心里的五味杂陈，会不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你不讲话就算了，你为什么要公开出来？等于是打了一巴掌，是这个意思吗？今天我有跟李珍秀同台，然后我有问他这个部分，就是说，那你觉得柯文哲今天居然不站在你身边，居然跑去这个白沙屯妈祖的时候，不是揪你李珍秀去，居然是揪黄国昌跟陈志涵去，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因为他看来就是挺这个黄国昌跟陈志涵的然后他就说，他觉得阿伯就是被蒙蔽了，他无论如何他就不会骂民众党，这就有一点像刚刚这个一山大哥所说的，他就是个宗教嘛。当我将相信这个人是神的时候，无论如何不是神的错，一定是帮神讲话那个人有错，那个人骗了神，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压抑啊，就是说谁都知道民众党一定是柯文哲说的算，所以如果这一出很难看到很好看的剧，如果柯文哲出来讲说停止，不要再演。我告诉你会有这些事情吗？你觉得李珍秀会再上电视吗？你觉得4月7号的时候黄国昌会带着李珍秀到小房间去逼他吗？一定都不可能嘛。但是你要知道，李珍秀居然到现在为止都认为柯文哲是真心在挺中国籍配偶的，而害中国籍配偶、害李珍秀的，想要把这个位置拿掉的，想要图谋这个陆配、中配这一局不分区的人是黄国昌，是陈志涵。没有，还有是民进党，因为他讲说黄昌呢是帮民进党要拿掉他这个，没错，他今天有加码说，因为黄国昌是小英男孩，所以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他这个位置拿掉。可是逻辑很怪嘛，因为
很简单啊，你拿掉你这一席立委，你李珍秀不当民众党的这一席立委，也不会让民进党当啊。所以这逻辑非常非常的错乱。今天这一出戏始作俑者不是就是柯文哲吗？因为如这个之前也有媒体出来爆料说，柯文哲要提名中国籍配偶，其实不是真的想要让中国籍配偶担任上立法委员嘛？他知道就我们的法律要求要放弃国籍这一件事情，中国籍配偶就是过不了嘛。但是提名他可以挑战什么？可以挑战民进党，可以扣民进党不支持中国籍配偶、歧视外籍配偶这一件事情。那如果他真的当不上，顺理成章他就解决了问题，但责任全部都是这个民进党要背嘛。所以始作俑者是不是柯文哲？那如果他真的当不上，顺理成章他就解决了问题，但责任全部都是这个民进党要背嘛。所以始作俑者是不是柯文哲？是啊。再来，李珍秀担任上之后，民进党讲的这一些所有的事情，跟现在民众党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刚刚不只跟李珍秀同台嘛，我也跟这个江河树同台。江河树说啊，你就是因为你不能放弃国籍啊，你李珍秀就是因为不能放弃国籍，所以才不能担任立委。我想说，哇，江河树委员、江河树议员，你讲的话好像是我们这半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讲的事情然后所以民众党现在没有，可是开除的理由没有一个是因为说国籍或户籍的问题啊。是，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李珍秀错乱，民众党现在也开始错乱啊！到底开除李珍秀的原因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啊！李珍秀现在不是出来讲说，去年12月黄国昌叫他飞一趟中国，放弃国籍，结果他回来之后他被痛骂，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不能放弃，然后就说啊，对啊，我就是要去证实我不能放弃啊。那你们本来就知道我不能放弃，那又叫我去放弃啊，然后又让我不能当，然后现在又用这个理由要把我赶走，你不觉得这整个精神错乱吗？但我要讲的是说，不分区立委本来就有一个机制在那边，国民党谢龙介委员也是不分区，你就是4年嘛，所有的政党全部都是。那民众党也有一个机制在那个地方，叫做2年条款。去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民众党在开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曾经就针对他们的2年条款提出讨论，而且那时候李珍秀也被当成一个标的就说因为李珍秀不能，如果真的2年条款实施了，李珍秀就递补了，那李珍秀递补他就不能就任，那这一件事情怎么办？那时候民众党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无论如何严格执行2年条款。那为什么现在又突然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理由要把它换掉？现在到底换掉李珍秀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有讲的嘛，检举有100封，对不对？但是对几百封，然后后来在这个中评会的文章里面，却是因为李珍秀谈到钱，才把他开除。那现在又讲说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维护中国籍配偶的这个尊严这个颜面，然后所以把他开除。所以到底民众党要开除李珍秀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李珍秀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被开除？我觉得这整个就是真的很难看。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标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国会立委这样子的位置，然后被民众党玩成这么难看，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没有办法接受吧。不过这整件事，刘改以蓝白合，因为未来选战里面看起来蓝白合还是个主轴嘛，但是这个主轴看到现在友军之间出现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已经搞到有点像肥皂剧了。如果再往下，这个他们该怎么收场？照理来说，如果阿贝一锤定音，他能够收场，那阿贝今天讲的话，能够把这整件事情就把它给直接结束掉了吗？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察点。经营一个政党不遐简单。尤其是一个新兴政党它正在扩大版图。为什么要蓝白合？就蓝想要重返执政，白想要扩大版图嘛。所以在我当时主张就是蓝白合要怎么让，相互要各取所需啊。我拢无谈，我是要看你合啥？好，所以你要和对方的谈，有得，双方拢有得，双方拢爱付出。所以得甲失，
那经营一个政党这困难的情形下，搁伫牛条内咧搭牛母，哇，就惨啊！所以拄啊讲，伊讲狼狗相加，咱是讲龙狗相加啦。哦，正音班龙狗相加。啊，台语讲就讲，最爱的人伤你上深。当其时，大家安那听，咱坦白讲，这李金秀就是讲，我称呼伊立法委员的时阵，伊经过中华民国的大法官甲监誓，成为中华民国正式的立法委员。你院长甲部长无要即阵，我是谴责院长甲部长，但今仔日已经离开啊，因为民众党的党纪甲处分已经毋是立法委员了。当其时，伊要安怎去放弃？咱台湾都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咱的宪法，伊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都无所谓放弃中华民国嘛。迄是其他的国家，咱较用国籍法嘛，柬埔寨啦、美国啦、英国啦、日本等等，咱用国籍法。啊，柬埔寨嘛袂当互你放弃国籍啊，所以咱另外特别你遮的啦，毋免办理。啊，国籍法是无适合伫大陆嘛，所以咱用。两岸人民管理条例来规范，互因会当参政。照你讲，就是天下本无事啦，庸人自了之。啊，甲这个问题，你转去办迄个，想要办放弃，就表示你无放弃，即马怎倒兵去互掠着别方，你无放弃。你甲无的代志，你搁摕出来人，啊，这个去打着对方的陷阱，民进党熬啊，迄个会当放毒，会当收毒，当人当机，会当做倒头。委员，啊，毋过迄李贞秀讲，迄是吴国昌叫伊登记放弃。你听我讲。所以你感觉吴国昌真正民进党的对对？毋是，就是讲民进党当其时就讲，你爱登去放弃，你爱去做放弃啊，证明你袂当放弃啊。迄就是伊用国籍法内底，咱咧对改成柬埔寨法，就是伊袂当放弃，所以咱有特别，你若袂当放弃，安尼阮会当安那办理。啊，伊是无需要去做这代志，这叫做掠一尾虫伫尻川咧猫，你都无需要诶。啊，你即马去做这动作出来，人就甲你目放。你看，是你无放弃，证明你无放弃。当伊搁甲你拖倒来国籍法伫遮咧，甲你练伫遮，甲你芳西啊。圆啊，插大面就惨嘛，就高甜啊嘛。你就理不清啊。这第一阶段陷入迄个困境。当然我替讲的是讲，我身为立法委员，无迄个讲你礼拜到议事厅你唔好问，那我做主席我会请你出去。我会请你出去。赖清德市长伊234天无入来市议会，伊都我问也问袂着。到伊入来说，我无要甲你问，我会当请你出去。你无要我问，我无想要问你，你出去。请主席请伊出去。所以你不把官员会请出去？当然啦，请你出去嘛。你无要我问嘛。所以有人说这是这叫政治的攻防。政治的攻防，你李贞秀应该伫遮展现你的实力。坦白讲，我看伊伫国会遮表现，当然。拄啊，这就搁讲到简书培讲啊，2年条款啊不宜安那，其实2年条款是真好，会当做甲真好。对大党有大党的配套，小党有小党的配套，伫咧培养人才是好处。毋过，就是讲啦，对一个政治新人啊，这2年条款就较无适当。啊，你若对大党来讲呢，会当培养战将，譬如讲对民众党来讲，伫艰难的选区。艰难的选区呢，就是因愈向南愈艰难。培养南部的呢，有即个2年的经历，带2年到来参选，立委来选议员。你听我意思无？议员起来做立委，或者是讲，所以你咧安排的中间就是讲，你咧排不分区的时阵，就已经甲即个人，伊现有的身份是现任的民代，伊若2年，这2年换人的时阵。伊虽然入来后壁来接，但是伊真紧就当上手，伊起码有民意代表质询的经验嘛。现任的民代，伊若2年，这2年换人的时阵。伊虽然入来后壁来接，但是伊真紧就当上手，伊起码有民意代表质询的经验嘛。所以这是一种会当做甲真的，当然
第一次实行的，拢比较较袂遐顺啦。哦，到第二次，伊嘛无需要改呢，是去检讨哦，将来要安怎布局啦。我认为讲即个李正秀就是讲，伫国会的时阵，大家拢讲伊无资格，伊毋是立法委员哦，这伊无承认伊是立法委员，所以无爱互问。一个伊离职了后，所大家民进党的朋友讲，哎呀，李正秀委员哦，郑秀杰，这大家睇哇，这捧场咧惨啊！这哦，无事献殷勤啊，挥奸即诈，哦，哎，硬捧场，我用了。这猪皮吗？我跟你讲，我补充一下。你有喊他吗？我拢叫伊秀秀。或者是珍秀小姐，我要讲的是说，国籍这个问题，说真的啦，哈，已经讨论2个月了。后来大概那个院长啊，韩国院长也有一个态度嘛，行政院也有一个态度嘛，其实都已经大概康荡下来了。其实大家就是这个模式，反正行政院我就不给你问嘛，反正就知道一定对空气一定会上台嘛。其实这个东西不足以作为民众党开除他的理由。他们其实之前是很坚持这一条，是很挺李正秀的哦。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开除理由也没有这一条嘛。我一直说我们要集中焦点在讨论第一个。李正秀到底有没有要钱？因为这个是声誉，这个是他们用党纪处分最重要问题嘛。第二个时间的问题嘛，到底你柯文哲有没有答应人家说做到这个会期为止嘛？本来你这个政党可以用很和缓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之间4月13号就给他开除，而没有给他任何的时间准备？这个东西是柯文哲欠给李正秀一个交代，整个民众党也欠给李正秀一个交代嘛。我的立场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认为他没有资格做这个立法委员，因为他没有放弃户籍，也没有放弃国籍嘛，这个是我的主张。但是各个政党主张这2个月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现在讨论是民众党的党纪的处理为什么这么荒腔走板？我补充一下哈，因为民众党内部伊处分落，我是100%尊重。但是你也想嘛，如果像义善拄我讲的，义善想讲啊，伊安尼，伊讲安尼，伊一个要同意，互伊继续做，一个甲处分，处决伫李正秀本身啦。今仔日伊来开始诉讼，伊今仔还个立法委员。紧急处分冻结，他还是立法委员。但是你有听伊讲，我有听伊讲，伊无要诉讼，等于伊已经接受啊。所以后壁接受了，就是你要成全这个党。这咱讲到这是拢真好。毋过你要成全，后壁我讲过，最爱的人为什么会伤你最深？哦，大家认为你已经识大体，你要退出，你即马开始到媒体，开始内底落，这就变做。互别人徛关山咧看尾烧炭，这最后受伤的，就是变做你要爱迄个民众党。你到今仔日，到你讲无要诉讼，你是爱，但是到后壁其实就由爱变做害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如果顺着龙介刚刚的话往下走，姚明，柯文哲还是要出来嘛。像今天是因为去白沙屯马祖绕境，你也知道媒体碰到他一定会问的就是李正秀这件事嘛。柯文哲也一直讲说，民众党不是一个一人政党，就有制度就照制度走。好，就回到这，那是什么样的制度会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李正秀你会发现他的逻辑非常清楚，尊柯打黄，拉陆配，就是这个样。他言必称陆配，他是代表陆配什么什么的，然后民进党跟黄国昌就是要把他这个石头拉掉。然后接下来呢，柯文哲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被蒙蔽，就是黄国昌、周宜修、陈之汉这些人在他口中应该叫坏人吧，所以搞成是这个样，是因为这个样吗？那刚才龙介说，如果要是李正秀要去诉讼，他还是立委，李正秀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还没有收到纸本，然后他还问他的律师说，不是，那我这样到底要怎么去打这个官司？那可是现在所有的流程都跑完喽。中选会、立法院全部都跑完了。对，那王金平那个例子，那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件事。王金平那时候是因为国民党还把那个公告贴在那个中央党部的那个门口，因为王金平告诉所有的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帮他去收送达的文书，所以国民党只能用贴的那个方式。李正秀现在一直说，他连要怎么去打诉讼他都不知道了。然后可是所有的程序都跑完了，1天以内。那如果民众党里面有申诉制度，假设他走申诉，
如果，因为就阴然面来讲，万一他申诉成了，那这委员到底是谁？这个分几个层次啦哈。第一个，我们都讲过，他不能比照王金平。对，因为政党法不一样，因为适用法令不同。那他有没有权利去诉讼？当然还是有。对哦，但是呢，他会先要走政党内程序。政党内程序跟那个政党要不要通知中选会，我们这个立委已经丧失党籍，这是两回事。当初王金平那个中选会公文也来哦，也送到立法院哦，是因为那个时候假处分，对哦，也不是说不收，那时候他们还在等假处分，对，所以那个假处分一出来，哎，拍谁，我们根本连收文都没有收。程序是这样，对，他要提假处分，可是他公文如果收了，对他不利，所以他不收，所以那时候这边提假处分，立法院的收发处一堆记者那边围说，问他有没有，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在于说，人家有主场优势啊。那时候立法院是听王金平的嘛？问题是立法院现在会听你李正秀的吗？马上收文收送给中选会，中选会就发文就结束了，完全结束。那我觉得对李正秀来讲，当然他有权利去提出相关的这个申诉啊、仲裁，他们叫仲裁啦哦。但是他前面不是才讲说他不会 argue 吗？对，就是他有很多是前后。我觉得有一点逻辑错乱的地方，就是他一下又说我好放心，我不会怎么样，我就接受了哦。但是他要争一口气哦，我这个谁弄我的，我要他们怎么样，感觉就在报仇而已啊。就如果你最后变成是在报老鼠冤，你这个格局，我认为对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讲很难去同情你，甚至连老实说陆配的这个团体哦。现在可能都会站出来说，很抱歉，李珍秀不应该代表我们。为什么？他只是会讲那种，我身上一件衣服就比他民调费还高。我的天哪，这在那个炫富的那种对不对？我说哇，他说我这件17万，我的天哪！我相信听在很多，你不要讲陆配团体，听在我们台湾很多人的耳朵里面，都会觉得哇，民众党真是找到了一个珍宝啊，真是很宝啊。那。就是说，像这样的人选，当然我觉得柯文哲主席他这个叫责无旁贷。虽然他现在是前主席，但是呢，他在创办民众党里面，包括2年条款，包括海选制度，你是谁让李珍秀上位？李珍秀可不可以不上位？可以，可以，都有路可以走。可是他先透过所谓的海选。变成了不分区排放在这个第16名啊，然后呢又透过2年条款上去了。你说2年条款，有人就没有上去啊，对不对？有人没有辞职啊，对，所以这个党还是不是讲制度嘛，讲人的嘛。说因为陈昭姿跟我有默契了，所以呢这个不适用2年条款，等到那个法律，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说因为谁他的这个还有疑义，我们暂时不让他定，都可以啊。只是他现在讲说。我们要检讨啦只是说有一些这个人才培养，然后第2题因为他收押在看守所，所以这1年呢荒废掉了，没有办法做好的人才培育。哇，那这个政党没有柯文哲就不会做好人才培育，这个政党也没有办法长久吧？我觉得柯主席在去这个所谓的宗教活动的时候，某种程度也该我相信他是在反省啦。可是你的反省，我以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这个事件。本质上就是一个闹剧。这个事件本质上就是一个闹剧，这绝对是一场闹剧。为什么？因为包括一开始讲要那个党纪要处理的案由。跟最后他被开除的是2个天差地远。杨明，你讲到这样，你觉不觉得有一段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从柯文哲他们前面不就说，连他们自己做的民调都觉得李珍秀大概就不适任，那时候甚至他讲到说，除非被灭党，要不然的话就流血或者什么的，还是要挺一下。后来出来这个理由，就像你说的，前面的跟后面出来，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怎么会是这样？因为会不会是其实就是要把李珍秀给除名了？总是不管你们，就是找个理由把他给除名就对了。因为礼拜1那个结果出来因为那一条4月7号这个会议对那个事情我们才能够理解。你看我们前一个礼拜就说奇怪，为什么4月7号开始那个整个态度大转变，连民众党都不挺。对原来是有很多人开始出来支持，原来是有这一回事。那但是他那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如李珍秀说我是被设局或怎么样？那连李珍秀自己在上了那么多节目，他自己都讲不清楚。他也有讲说，对我谁要我走，谁要负责给钱，他也讲了这样的话，谁得利谁买单。对啊。那如果今天这样的逻辑可以通，
那你说你打黄国昌不是打民众党？人家黄国昌是台民众党主席啊。甚至他连民众党党徽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可能都搞不清楚。我说，在这一波的这个李珍秀之乱里面，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民众党选材的大问题。对啊，所以老是实力老是会被人家拿出来，连李珍秀没事都说什么不要让那个民众党变成实力啊，类似实力的这个样。我知道听起来一定会很不爽。那包括你们党里面也有很多人跳出来讲话。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李珍秀一直打黄国昌。对，黄国昌以前处理模式是这个样吗？但这一次碰到李珍秀，是完全跟他以前碰到的人是不一样吗？所以造成这样不一样的结果吗？当然哈，这个历来因为黄国昌而比如离开时代力量人蛮多的嘛哈，我想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说，好像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场景比如说黄国昌有很多时候他都不会站在第一线，他会叫他的徒子徒孙你要叫阿寡阿猫也都可以啦，反正他就会派一些人出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昨天跟李珍秀同台的时候我有特别跟他就是问一下，就是说，你最后一次看到黄国昌本人是4月7号吗？之后还有碰到吗？这还蛮关键。因为黄国昌模式就是一开始他会亲自处理，他发现说，好像会有点危机的时候，他会自己飞到往后面站，然后接下来就是比如说代理人就出来了，都是代理人在跟当事人对话。我不要出来牺牲我黄国昌本尊不出来牺牲，就派你去牺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来4月7号。这一个所谓5人会议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中评会在处理了，陈清龙在处理了，然后最后面是陈志涵在对骂。也就是说，这整个流程黄国昌都不见了。但是李珍秀他当然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了，过去可能跟黄国昌斗了因此彼此互相离开了。可能想算了，我离开就离开。可是李珍秀没有打算离开嘛，所以他就会把这些来针对他的人，比如说。他在节目里面有提到陈志涵、周瑜修黄国昌都是魔鬼嘛这些人都还是被把你圈起来，没有陈清龙陈清龙意外下庄但重点就是这些人被圈起来之后，代表李珍秀认定说你们就还是一伙嘛，你们执行的是黄国昌的意志，你们执行的不是谁的意志，不是柯文哲的意志，这就是柯文哲这个可能想要去制造的结果。因为我们先了解整个流程。柯文哲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的领袖，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处理，需要兼顾人情世故义理，需要做一个处理。他在上周末下了这个圣旨之后，黄国昌立刻在礼拜一就讲说这个达不到标准了这个李珍秀达不到问政标准，然后他把理由讲出来，他都为了自己个人的事务，没有为了公益他早上讲的还比较隐晦，下午陈佑成开完会出来讲了，就直接第3点、第4点嘛他就是要钱第二天黄国昌来补充要钱，大家可以去注意这个时间轴。陈佑成是出来牺牲的，陈志涵是出来牺牲的，他在第一线要挡。当然李珍秀就直接越过这第一线，就直接去指责黄国昌，这就是你。但是他没有再指到一个更后面、更根本的，就是柯文哲。所以李珍秀他自己也想去制造一个缓冲区，我不要先去打柯文哲，看柯文哲能不能制造空间出来给我，让我跟黄国昌互咬。不过今天柯文哲站出来之后的确啦看起来柯文哲虽然是说康荡，大家都冷静一下实质上现在的关键已经不是黄国昌能够解决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要这个系灵解铃的，就是柯文哲本人。你本人要不要私下去跟李珍秀沟通我想几乎是一般政界有的尝试，或者是民众党内都会觉得说这一咖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吧？黄国昌也处理的乱七八糟吧？这个时候柯文哲去讲，是不是李珍秀明天就安静？我要你刚刚讲这一段，这中间有几个点是一般处理事情。梁盖先生刚一开始就讲政党经营不容易嘛，那大家都在政坛，然后或者说那都参与过这，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柯文哲难道不知道李珍秀这件事情如果照这样处理完，结果会变这样吗？对，4月7号以后到4月13号中间有6天，对，当人家已经一开始跟你说你上总咨询前，然后跟你说你要不要等一下就请辞了，跟李珍秀显然跟他的认知，柯文哲跟他讲的不一样，对不对？奇怪了。这6天里面，如果一般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柯文哲，对，然后跟他说：“多爱，他们怎么跟我讲的，跟你当初跟我讲的不一样，你要不要跟他合理吧？”对，这段也没有。然后等到李珍秀这段出来以后，
黄国昌照理来说，一般这种事情，人家李珍秀第一时间已经出来说，我也不诉讼了，那我就为党吞了。对，那这时候不是所有人来问你，就只要说我们的中评会，那所有的处理我们都尊重中评会，好不好？那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样结束。那你为什么要出来讲这个？对，他说的都不是真的，他说谎，然后他什么什么？李珍秀最起码以他自己口头讲的理由，他会压起来的。对。都是因为第二天黄国昌讲的那段，虽然我也觉得很怪，但是最起码他是这样认知。我弟弟说，这些处理模式都很怪啊，然后等到闹成这个样子，就像刚刚大家讲的，柯文哲难道私下不能打给李珍秀或什么就讲说，哎，要不要来？我再跟你聊一下，大家不需要弄到鱼死网破这个样。既然你口口声声为民众党好，那大家就真的为这个党好来聊一下。哎，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是这样处理，为什么？对我补一下哈。我认为啊，那个第3点、第4点啊，黄国昌是他加这个东西进去，柯文哲可能事前没有意识到钱的这件事。对，就是这个地方是柯文哲会觉得你前2点应该都可以把人家弄掉，你给我弄个3、4点，那不是变成我要解释了吗？他现在又有传出说，是不是他有花钱才有今天这个委员的位置，所以需要有人来买单，就是。我们都来讨论离职退职的部分，退职有没有对价？因为他们都说没有任何中间。可是任职的时候有没有对价？这个就变成柯文哲的包了吧？柯文哲会觉得你哪壶不该提哪壶，你加那个3、4点，是你黄国昌看起来很清高啊，我们绝对不会有对价。可是如果人家出来讲故事，柯文哲要怎么去跟他讲故事？柯文哲到底当初有没有求于人嘛？那你讲的民众党自己也弄得难看，到现在说我要突然退你30万责任的，这个也是多此一举，何必呢？所以其实黄国昌有没有处理不漂亮的地方？有。柯文哲会不会是因为看到这个，就有心里有点哎呦，就是说这个我要去担他这第3条、第4条吗？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现在卡住的部分啦。那当然了，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有很多事情私下打个电话就好了。可是问题就是没有。对，我要补充，大家都小看柯文哲的。如果3、4点是柯文哲建议要加进去，去哪？有很多事情私下打个电话就好了，可是问题就是没有。对，我要补充，大家都小看柯文哲的。如果3、4点是柯文哲建议要加进去，去哪？你觉得是他？那另外，柯文哲可能建议黄国昌就是开除，但是跟李珍秀讲说啊，没关系，你就做到所谓的8月底。所以他中间的这1个礼拜不接电话啊。就你说有跟 A 说，等到结果，等结果出来之后，我再看你们2个互咬。然后所以你刚才看啊，李珍秀说他跟柯主席讲过，他不会伤害这个党哦。对啊，所以他是有跟柯文哲沟通过，而柯文哲跟李珍秀讲了些什么？就是我猜啦哈，就是黄国昌因为改你改题，我不懂。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小看柯文哲朗告修嘎的实力，拢告修嘎的实力，再证明一次，他其实就是不愿意负担责任，而且他很希望两边吵起来之后，他才能够做最后的仲裁者。所以李珍秀今天的怨有可能就被朗出来了之后，他不断的去咬黄国昌，不断的咬李珍秀那个陈志涵。那李珍秀其实也有讲过哦，他讲说其实他不愿意伤害柯文哲，而且他认为他打黄国昌、打李珍秀是帮柯文哲巩固他在民众党党内的权利。这个李珍秀自己讲的所以这件事情不要小看柯文哲这个的弄这个所谓的统治术、这个权术的一个能量。范老师，你刚才听到李珍秀都已经开始呼吁国台办要不要对黄国昌？对，这整件事我就讲说，这我们自己国内大家的政治事务，大家弄就算了，可是已经出现到呼吁这一块。您研究包括共产党，包括中共啊这些。柯文哲你也讲过，他一向你说师法毛泽东啦或什么，这些手法跟毛泽东会是用这样一些的手法去处理像这样的一些的事儿吗？这个事儿处理到现在这样，你是政治学教授，可不可以再告诉我，这为什么会处理到这样？那再往后呢？还是柯文哲今天讲完那个话以后，突然之间戛然而止？柯文哲最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最会玩这种游戏。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到他死为止。他先用4人帮，就江青、姚宏元、张春桥去斗谁？去斗刘少奇嘛。
然后1969年刘少奇被斗倒了，斗死了，在监狱里面，在斗谁？斗林彪嘛。林彪是宪法的接班人哦，毛的接班人哦。后来林彪1971年坐飞机逃难嘛，飞机坠毁嘛。啊，所以然后后来要斗谁？斗周恩来嘛。那斗恩还没斗完，他就已经往生了嘛。所以这就是毛泽东最喜欢玩的游戏。那当然柯文哲也是师承于此啦。但是我要讲是说。其实李珍秀，我今天刚好就是在录影之前跟他同台啦啊，我有观察他对柯文哲今天讲话的反应，还算平静，还算平静。OK， 他说柯文哲叫他谨言慎行，他说对啊，我就是要谨言慎行啊。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因为真的人言多必失，因为你越讲，大家就会越去质疑你。像我今天就质疑他几点，他刚我们刚刚影片他也提到，他说他不会伤害台湾民众。对啊，你觉得他从这个礼拜一到现在为止上这么多节目有没有伤害？对不对？他觉得他伤害的是黄国昌。那你主观认定，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我主观认定我是伤害黄国昌，那我是一般人怎么看嘛？就是你们这个党的内斗嘛，当然伤害民众党。然后他意思说他要尊柯，然后批黄。那我问你，全台湾只有他认为民众党现在是黄国昌说的算。80%人都认为柯文哲还是真的老大嘛。黄国昌如果这么厉害，他不分区保不住陈昭之为什么可以留下来？因为跟柯文哲的关系嘛。黄国昌想留，他还柯文哲交保，他还跟他谈好几次，可不可以我们都留下来怎么样？黄国昌拿到什么权利？我今天就当他面讲，我说要把你开除人就是柯文哲。你不要再，那你今天还在保柯文哲，还在捧柯文哲，台湾人不相信你了嘛？我觉得这件事本来是罗生门，可是你做了很多的言论，让大家越来越不相信你，因为你跟我们一般的常理判断不对。那我说他是说黄国昌对我人格毁灭，那我说你说不去告他？你说不去告陈志涵？陈志涵也有提到钱的问题啊。你说不去靠陈佑成，他就说我已经在捍卫我了，我上节目就捍卫啊。我说你上节目捍卫你的清白不够，黄国昌不会怕，你要告他，他就说了嘛，这也不合理嘛，你既然认为你的人格这么重要，黄国昌说你收钱哦，还说好几次哦，为什么不告？好，那他说柯文哲很重视中配，我就问他，我说柯文哲如果重视中配，为什么2019年民众党第一次提名不分区29席没有一位是外配，也没有一位中配？你告诉我为什么后来过了3年之后，柯文哲忽然改变了？他说因为中配人数增加。你觉得这到这3年里面增加这么多？而且不要忘记，2020年是新冠肺炎2021、2022我们两岸连飞机都不通中配，而且我看到最新资料，我们我们这个前年我们的越南配友已经正式超越中配了，人数7000多人，而且中配人数是在下滑。那你告诉我这个理由不存在嘛？所以我觉得，然后他讲很多，他讲很多，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他还讲，他说我不在乎这个不分区啊，他说我只要我随时可以下台。你既然不在乎不分区，那他还说他这3年来，就他被提名嘛，大家被提名15名嘛，就是他当时这2023年，他说这3年来我花了上千万。如果我今天如果被提名不分区，而且我还不一定会被补到哦，因为我是第16名哦。如果没有2年条款，他根本补不到哦。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然后他今天讲什么？他说因为他本来是说这上千万是去照顾我们的好姐妹啦，去社团啦，他要做选民服务啊。后来人家说你上千万也花太多了嘛，而且这个投资是不一定有回报的。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补得上？然后柯文哲给你保证你补得上。那你不花那么多钱，他今天又退回来说，哎呀，这3年我没有工作啦，这3000万也包含我的生活费。他现在说回来了，那你不是在黄国昌当助理吗？黄国昌没给你钱，还是黄国昌把你的助理费给吃掉了？就这都不拢嘛，越来越都不拢。然后他还讲说，柯文哲自从交保出来，我没有办法跟他直接联系。他有没有这样讲？柯文哲什么时候交保的？去年9月。然后因为他说柯文哲的手机被收押被没收了，这我理解嘛，对不对？柯文哲出来应该有办新手机吧？应该有新的联络者。你不是说柯文哲最重视中配，最重视我李珍秀，我好不容易要进立法院当立委了，你们连个赖都不加，你们还要透过别人去联系。你告诉我你跟柯文哲关系多好，这是说不通。
就很多这个逻辑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李正秀现在真的是沙共西绕苦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党再这样搞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党真的会快速的崩解掉，而且我觉得对年底选举极为不利。对，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这个范老师他有讲到说这个李正秀联络不上黄国昌，柯文哲对啊，这个部分呢，我补充一个，就是那个5000万，就他讲陈志涵赵书记讲说什么，他拿什么要5000万这件事情，李正秀是传讯息给柯文哲的秘书，讲这件事情，说什么？就是讲说陈志涵在外面放话，他去告状了，他传给他的秘书，他传给柯文哲秘书，不是传给柯文哲本人。然后呢，反正陈志涵就被党内就问说，这个你们这个怎么回事？后来陈志涵就在上个礼拜还跟李正秀当面对质这件事情，然后讲说他不可能会去放这个事情。李正秀还说好，我相信你。然后这个礼拜又出来讲了，好，那我再补充一个，柯文哲某种程度是信任李正秀的。我再补充一个，柯文哲某种程度是信任李正秀的，为什么？4月初，民众党内有人就拿着，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传言说什么他是检举高虹安那个事情开始，那时候周刊还没有把那个正式的那个检举函公布嘛，那已经有这样传言，那就有人跑去当面问柯文哲说，主席你难道不知道他就是检举高虹安的人啊？然后那个柯文哲说有听说。但是他都跟我说没有这回事他的意思说李正秀都跟他挂保证没有，所以柯文哲是相信李正秀的，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柯文哲对李正秀，也难怪李正秀在各大节目还是相信柯文哲的清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跟柯文哲跟李正秀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是蛮强的。OK， 那接下来呢？因为接下来这整件事情，难道要一路这样烧吗？因为他会不会像刚刚范老师最后讲说，对于年底的选战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年底选战蓝白合，因为刘改要在台湾参选。你说所有的蓝白合这些，那当然如果盟友之间有什么样，那多多少少也会希望他们的事情尽快能够平息。可是过程当中，来刘克先有一件事是那个齐凯要在嘉义参选，结果他这2天到伟忠哥的节目去在那边聊的时候，他突然聊了一个说，因为去年不是整个立法院的会期全部都没有休会，然后讲说因为有法案啊，希望能够全年无休什么，就他就讲说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要全年无休，因为有听说民进党简舒培他们要抓8个国民党的立委，所以呢要用这样，然后就有你看网络上就有很多人说啊，这吃了城市豆沙包吗？原来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帮国民党的委员弄这所谓的保护伞吗？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第一个，因为预算没有审嘛，还有经过一大堆嘛，所以这个研会就我们知道预算终究要审嘛，所以那第一次研会第1年是因为520就职嘛，那5月底到会嘛，可是520换了新阁揆嘛，所以阁揆来报告，所以就研会嘛，这第1次。那后面当然开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官司，我想武哥就很清楚，一颗罚金可以选，判9年、8年、7年可以选，判10年以上的没有定验你不能选，好，缓刑的不能选，好，车祸有和解有善意，法官判你缓刑，你不能参选，基本上这个已经是违背这个宪法人民的从政权。后来，民进党看到这个，当年2023年修的时候，你们蓝白没意见啊，那法律就定在这里啊。所以，你说过去我以我的例子，立法院冲突在所难免。过去打那么多架，那我被传讯的时候，我觉得说，那主任检察官说，这你们立法院讲一讲就好嘛，我们法院来办这个，因为你是院内的冲突嘛，我说好，那我就回去，我跟院长说，当天你在主持大会，这整个冲突，那我们是被告嘛，检察官有提到这样，他说好，那我来找柯总召，那找到柯总召就是各中老手了，
哎，无问题啦，较早立法院都嘛，我讲就好啊啦，我讲就好啊，好，那过了4个多月了，我又去问院长，我说，院长是有讲无？检察官咧吹呢？他问了柯总召，奇怪，我跟当事人提告人说了2次，不同意和解。以老柯来讲，他认为过去都是我公料的说总召嘛，不同意。好，我说不同意那就算了嘛，我们就大家就进入刑事攻防。后来最后上个月不是同一个时间。这些案子是不同时间发生，不同时间侦办，但同一天起诉10个立法委员，来对同仁的湾内的前辈，那这个里面有一些不是很重的罪，那起诉以后如果到了法院，好，很简单的给你，很快可以结束，对，很快结束就是缓刑，你的自己这好选人的主给。是安内，所以那我们现在当然我就是从攻防刑事攻防嘛，然后我在开会我就请假，我就请假，无我真若去，开了真有可能的像因讲的，你到要登记进前你反映，我就失去成为登记候选人的资格，变成这样，所以这一条法大家都知道有问题的。那当然，民进党他现在提出来修法嘛，那所以你说这是民进党刻意要来搞国民党，那就不存在。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是为什么一直不休，一直休会，然后大家在中间一直不休会，让整个会期延续，怕也是像这种案子之一嘛，就是说你总预算还没审还有你议事攻防再来就是这个怕民进党利用这个巧门。搞你们无风不起浪嘛，咱就是有听到风声嘛，内部就是有在冲康嘛。那如果今天开大门走大路，好，那很好，就是民进党提出来修法。那他们提出来修法，修了大家就慢个讲啊嘛。对吧？就是大家变成正面攻防嘛。那该审的预算。该审的法案，就安尼嘛，无啥物。我感觉委员头拄仔讲的话，跟张启凯讲的话无相共呢。因为刚刚委员讲的是说，他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冲突，民进党议员对他提出相关诉讼的部分，他有经过调查，然后最后被起诉。所以你在这个立法院的会期当中，你还是被调查啦，被开会啦。但是现在张启凯讲的不是你们这些案子哦，是其他有8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能有案子在身，如果这个立法院如果休会，他有可能就被侦办。所以会期要开好开满，中间不能休会，这不是我讲的啦。会期中还是可以办理。对所以我也只是不能羁押而已啊。对啊，那个不影响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案子听起来应该是较短。对，都是不是你这种院内打架或者什么这些。你这种免羁押的，当然嘛就照常办。迄种爱羁押，迄就是足严重的，拢无讲实话。照常办就是当互你失电，你听无？无讲实话。有足侪资料偷袂到的，无法度搜查的，这一些的案子要办啊。那为什么民众党要帮国民党做这些事情嘞？如果这些事情是应该要办的，比如说这个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傅昆萁的那个修容组啊，到底那个修容组有没有付钱？有没有搜查？有没有办下去？对不对？然后包含高金的委员的案子。我跟你讲，包括高金，包括傅昆萁，包括这些案子，其实有没有延会，有没有休会，他都可以照办，他都可以办呢。是啊，可是问题是在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强制处分的问题嘛？对不对？你这个因为他是立法委员，他可以找来问，但你不能羁押他。那你他回到他相关的岗位上面去，这一些证据能不能继续保存下来？这都是接下来检察官要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嘛。那如果会开好开满的时候，你就不能羁押。找这件事情呢，未来在立法院里面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可是你如果讲最近所出现的事情，来杨明，请问一下，
那个追踪器到底怎么回事？可不可以前文提要跟大家讲一下？那追踪器到底怎么？因为追踪器如果真的有，基本上这应该在政治上来讲的话，这是个大事，对不对？那前文提要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这个是从一篇媒体报道，说李乾龙被追踪器的坐车有追踪器，好，那当然李乾龙昨天他就说有这回事。但是呢，他没有要报案。好，那时候我已经听得满头雾水，为什么有又不报案是怎样？好，后来昨天下午，这个尹乃菁就是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他出来这个炮火对向赖总统，说如果这个怎么样不要再有下一次否则这个你如果卸任，我们一定追究到底。不是，那感觉就是好像是一副国家机器在监控。好，那当然今天这个局面就变得更有趣了啦。一方面是这个，等一下龙介兄可以秀一下，因为有那个照片就是那个追踪器的照片，你要给我秀好，就是有一个这个照片，这个是这一次那个就是李乾龙的，对这个那可是呢，这个东西李乾龙说已经跟着垃圾车，这个已经被丢掉了，所以是他发现的，就是有只剩下图片，没有具体的这个实物了哈。那什么时间点发生的？那因为像尹乃菁主委他的说法说有证据，对。可是李乾龙说只有这张图啦，就两个就对不起来嘛。那另外一个是时间点，因为尹乃菁说他3月去到职前1个月左右发生的，可是呢李乾龙说半年了，说是去年11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我很难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那我只能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国民党如果有真凭实据，该报案就报案。第二个。如果没有，不要乱影射，这个不是一个适合拿来做政治攻击，因为过去台湾政坛有类似的政治案件，包括像2014年那个柯文哲进办的老鼠那个时候还查出有人有什么样的事情那2019年韩国瑜的坐车，对，那个也是一个不了了之，介于有与没有之间，最后也不了了之。好，那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个如果既然有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再把这个再补充一下。既然当初是有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办法查？那像今天新北市的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都亲自去跟李乾龙沟通了，可是李乾龙好像也没有要报案的意思。那当然，我觉得国民党也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社会舆论会觉得说，我们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好像有被监控。那老实说了，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那种什么国家机器秘密监控，也不会用那么 low 的啦。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蛮 low 的，这个感觉起来这应该就有点像那时候2014的老鼠尾更 low。但是那个老鼠尾都没有办法证明说是谁，对啦，就是说幕后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个是业者嘛。好，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事件现在看起来要把它无限上纲到是国家机器或总统府，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因为第一个你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分析，你没有办法去分析。好，第二个就是说李乾龙的态度让大家觉得很奇怪。李乾龙的态度让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下又讲说是丢掉了啦，算了啦，然后一下就说我第一时间问我老婆是不是你要抓，对，你要抓小三，我就满头问号，我想说这个案子到底是俩零抓龙不是抓猴，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如果啦就是真的没有证据，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这个扩大，因为你那个有点像我们提一下2019年。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周刊工作，然后周刊拍到赖清德用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然后找了8个立委去里面开会，说什么挺赖8家将。那个时候拍那个周刊登出来之后，赖清德说这是国家机器的监控，一样啊。那时候总统府也是说这个要赖清德不要随随便便影射啊。那所以我说这种你没有真凭实据，因为那时候我在周刊，我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不是跟国家机器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真的就是我们的狗仔去拍的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如果继续往上去这样子无限上纲的话，可能最后伤到的是自己。来，苏培要不要简单分享？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乃菁是文传会主委嘛，乃菁在讲的时候非常明确，甚或直接讲到说，如果再有下一次，等到赖清德你卸任以后。然后因为没有因为总统是有宪法的保障的，对。然后如果要是那以后，那就会让你每天跑法用什么？主要是因为那个回忆会让大家会联想，这整件事情
会不会更快？所以总统府也有出来回应这些东西啊。当然是啊，因为这个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吓到，因为一个在野党的发言人直接在国民党的记者会里面指控总统涉嫌去装设所谓的追踪器在一个在野党的副主席的车子上面，而且还指控还威胁总统说，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就要让你卸任之后受到法院的相关的制裁，这代表是你掌握的东西已经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那你都敢点名总统，你却拿不出证据，这不是很荒唐吗？今天我们看起来这是根本，我觉得就是跨了欧亚的亏情啊！你宜乃金，你有看到这个画面吗？我不晓得这个画面是今天李乾隆后来有媒体跟这个新北市的警察局的副局长，他之前拍的吧？对啊，这之前拍的。去找李乾隆的时候，李乾隆才拿出来的。那宜乃金你有看过吗？你如果都没有看过，你怎么可以指控总统？那今天这个后来被证实了嘛？宜乃金所掌握的时间根本荒腔走板嘛。他说是今年1月发生的，但李乾隆说不是去年11月发生的。所以你的时间，你的掌握就完全不准确。然后今天宜乃金还说什么？今天宜乃金说，不只有追踪器，还有恐吓信。还有恐吓信，说李乾隆有收到恐吓信，他也意思就是说这一件恐吓信跟这个所谓的追踪器是完全同一个可能来源在做操作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加上你昨天的指称的话，那可能都是指到赖清德总统了。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指称的话，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告？今天超奇怪的啊！今天这个新北市的警察局，新北市谁执政？侯友宜执政侯友宜执政的警察局副局长去找李乾隆，李乾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阿公啊这个小事啦不报案，那不是很奇怪？那总统被你们白骂的哦。而且你指控总统做政治侦防，这是多么严肃的指控，结果你们现在笑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不是很荒唐吗？然后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国民党过去这样的操作也不是只有一次啦。2019年的时候，韩国瑜也是啊，韩国瑜那时候也说他的坐车里面有发现这个追踪器啊，然后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啊。他没有讲国家机器，没有讲国家机器，所以是别人讲的，是不是？不是，他没有讲。反正他本来要开记者会，后来没有开。对。那我有看到照片，对啊，然后那个照片是一个绑的，我是说有看到绑追踪器的那个缩短了。OK。所以你不是看到追踪器，你是看到缩短。对，是缩短，疑似就绑追踪器嘛。那我看的是缩短，然后不是这个很怪，你没看到追踪器，你看到缩短，然后就说它是追踪器。它是疑似，但所以他没有开记者会嘛。那是节目进行的时候，我看了，那后来我说。我在保洁那边我就讲，我是看到那个缩短，然后我再告诉大家，这种追踪器我用过啊，我有下载软体，查这个很简单，这有内码的，这个是谁买的都很清楚，所以你对我来讲呢，我听得落啦，就是讲，第一个要报案嘛，应该，你干嘛要报案？你得不要披露，那披露以后你就要说清楚，那如果说披露的时候我已经有报案了。这很容易查，每一个这个追踪器它都有内码，然后我买的，比如说像我以前用这个卫星权，我当年因搞叠加上面，我看到叫我搞出来，我是看到那个把那个大，但是这种追踪器的用，它有为什么？它这个是最新的啦，它这个小电池，那个是大电池，就是说你10秒钟发射一次。跟15秒发射一次，跟30秒发射一次，你的路线就会，比方一点，那10秒的话就会比较密集，直到你转到这个巷子又转出来，30秒的话可能过了这条路，你到下一个路口，它才会发射信号。那现在呢，所有砂石车还有那个，他也搞这个。好，现在谈到赖清德，所以你任何人买这个，他都有登记，这是五哥买的，这是谢龙介买的，这是简书培，你是哪个号码？所以你看，他必须要，他给你一个号码，输入你的密码。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是为了要研究？我放在我车上，
所以真正有追踪器的是你车上，然后你自己买放在你的车上，然后改天你要指控谁的时候，就说我的车上有追踪器。那个是我的嘛，那个追踪器就我的，对不对？因为车子丢掉的时候，你可以找得到。OK， 就跟那个我们台湾很简单啦。你的车子如果不是整车被弄货柜弄走，就是马上抬拔啊，你找到也没用了啊。那赖清德这个事是这样，我指控过他，不是在台南市，所以你今仔日来看赖清德有熟悉，你甲指控，也叫人甲你讲。我指控的时候，我就是你下令的，下令这样，我的代志在台南市，伊就叫人甲我讲，梁家不是啦。请调讲，不是，那是什么人？就不是他的，他也跟你讲，绝对不是。一个应该是什么人？这个是安尼嘛？那你当然，他今天市长跟总统是不一样嘛。不管你指控总统、市长，你连一般人你要指控谢龙介一样啊。你无你白白宝贝搞你搞当然我的那当然到了政治光，这个今天比较不严谨的讲，还有恐吓性。所以有恐吓性。我的 SOP 是这样的，你到台南市警察局去问嘛，我每次收到了恐吓信，收到来什么寄给你花生米寄什么，我拢给你报，都会抓到，抓到就能结案。OK 啊，如果我今天选择不报，我的蛮讲，我都不报了，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有收到恐吓信，我就没有意义嘛，你是要凸显什么嘛？我的高警方嘛，你查不出来，我催你嘛，这个合理。所以这个这么严肃的政治指控，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美国的水门案，总统透过国家机器去做，其实这真的是会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追究的。那你现在国民党以乃金，你是这个文传会的这个发言人，你做了这样子的指控，然后你完全不道歉，你还继续加码的去说这个有恐吓性，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出来讲一些什么吧，不能就这样子的尊多整啊！你指控总统做政治侦访，但现在你看你们自己的委员都不挺你们，都认为说这个事情，而且连副主席自己都说这是小事。那你们完全不用道歉吗？然后我无讲伊，但我是讲啦，我会安那处理啦。是啦，我意思是讲，副主席自己都不追究的事情，代表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到那么严重。那你直接把他指控成是总统，然后现在被打脸了，你们不用出来任何的道歉，这怎么会对嘞？那当然这件事情，刚刚来宾大家共识，大家应该就是，如果真有歧视严重。那应该就要循着警方那正式的方式去处理。那如果像龙介刚才讲，如果没有打算要报什么这些的话，那当然就不要披露，因为要不然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都会引起一些轩然大波，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小武哥，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啊，警察局应该要主动侦办啊。如果国民党不道歉、不收回对总统的指控的话，我觉得警察局要报到底啊。他现在指控的是总统，总统的权力真的是非常大。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话，那这件事情该不该查？就该查啊，就应该要查到底啊。方阳明局长说有，但是今天副局长去李乾隆家，李乾隆说一不爱搬呐。也不会搞出来啦，那这一件事情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应该要负责任的要求李乾隆把所有资料交出来。这个我们今天知道的是，这个新北市警局嘛，已经是要会地检署了。OK， 已经确定是要会地检署，所以就已经不只是李乾隆他自己要不要了就是直接他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已经成的案子要办，因为这实际上牵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新北市的大家长是侯友宜嘛，你在侯友宜的地方出了这个事情，而且侯友宜是警政出身，好像是我侯友宜又怎么了？你在侯友宜的地方出了这个事情，而且侯友宜是警政出身，好像是我侯友宜又怎么了？对，大家那么熟，那干脆就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我觉得实际上这会让你有一个感觉，甚至连郑丽文主席可能都会感觉，那
那我的政协会呢？我的相关新闻都没了。你整天都要把前几天讨论李珍秀，今天讨论李乾隆，什么时候要讨论曾丽文？他今天还穿了一个改良版中山装。好，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讨论政协会，好吧？来，范老师，可是政协会好，那你看得出来，对郑丽文主席来讲，回来会觉得说这整件事情回来不像你们大家本来讲的，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争议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的讨论，算是旁支了一点，就是这次政协会郑丽文主席他们全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个480万的费用，那480万的费用是台湾民主基金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家会讲说，为什么你们会去找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台湾民主基金会是我们知道当初它是属于立法院，对，2003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立法院院长应该黄金平啊，对，然后他大部分的经费是来自于外交部，那他目前里面的话，就是他有董事长嘛，董事长就是立法院院长，对啊，包含以前是韩国瑜啊，包含现在是像游锡堃啊、苏家全等等。那但他里面的这个董事啊，还有他们里面的执行长跟副执行长，副执行长有3位，基本上是按照政党来推派 ，OK， 就国民党一位，民进党1位，然后民众党1位，那个执行长当然是董事长任命啊，目前是那个廖达奇教授，然后中山大学的。那董事会的成员当然有政党代表，啊，现在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政府代表，像林佳龙也是里面的董事，然后这个潘孟安也是啊。那今天大家会比较意外，就是说你今天传出个消息会意外，第一个是你们去用这个480万是去用台湾民主基金会去交流，但是呢，台湾民主基金会事实上是在2022年被中共国台办视为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的这个机构。那你怎么会拿着台独的钱去北京呢？那你这个宋涛难道没有问一下你们钱从哪里来吗？那这就比如说这有点这个很奇怪。那第二个，他们基金会里面有谈到一条，说我们的补助不能够补助统独活动，他们有一个捐助章程第18条。那问题是你郑丽文去了，你谈的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然后这个习近平是讲的和平统一，那你不这样，你这不是一统独活动吗？而且民主基金会他们强调几点，第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向，第一个向各国民主组织建立联盟。请问郑丽文你是有这样做，有去建立什么联盟吗？第二个，推展民主与人权活动，郑丽文这次去连个人权都不敢讲，连民主都不敢讲，你到一个全世界民主人权最被质疑的地方，结果你用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钱，那不是很讽刺吗？第三个，还有讲各政党支援各政党从事国会外交及国际民主交流。那这个更糟糕咯。你是在做你也有做国会外交吗？没有啊，因为没有立委同行，没有立委同行啊。你有没有跟他的全国人大互动啊？好，而且他讲的是国际民主交流，你就说我有做民主交流变国际那变成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是，所以我就怀疑这个宋涛会被检讨啊，你怎么这个东西没有去摸底呢？好，那现在更麻烦的是，他这480万他已经送到民主基金会去了，那大家都知道，有去中国交流过的人都知道落地接待，你所以你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说中国很慷慨，他们也要业绩啦，他们今天落地接待包含你的吃住，你的车辆。都是中国买单他现在说里面有什么膳食费，有零花钱。我算了一下，他这些团35个人，一个人花了13万。你如果只有机票钱的话，我刚查一下，上海因为他是做上海航空商务舱他们做了20个商务舱。一个商务一个人大概是5万块了。因为机票总共308万左右。对啊，也做不了那么多钱308万的机票。我看的经济舱。上海航空经济舱一个人17000来回，所以你就算说因为他35个人20个人坐商务舱，剩下15个人，我算了一下也不过25万那这个钱到底怎么报的？这个到时候要查你会不会也没有花这个钱？你只有单据，因为480万的这个不容易要花这么多钱，所以现在有人在质疑而且如果对岸有落地招待，你的单据是不是假发票？
那现在要对岸说我们没有落地交代，不是这整件事情，第一个，那当然一般老百姓会以为说政协会因为国民党国共之间的交流嘛，那以为是国民党自己会出钱要去，那这是后来听到说是民主基金会在那民主基金会是不是可以补助，包括国民党，包括像那个民主基金会那边讲出，反正你们就是申请，那照着申请，那是不是大家以前也都有补助的先例？但龙改，第一个，连苏文学校的校长张亚中教授他讲说，这个怎么会这样？他说他愿意全额去把这个钱就他来付好了啦，不要用这样一些方式。那这个政协会用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一段，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思路？这个过程我不清楚，但是刚刚范老师讲那个，不是去的都是落地招待。我去我都没得份交代。那我也从来不申报，我到今天为止，所有立法委员每年20万的出国我没有报。办公室装修35万我也没有报。我知影国家的钱啦，会欠就欠了。好，民主基金会是这样，它是从游锡堃，我讲2022年，民进党它是按照政党比例补助金额。民进党呢，总共呢，它是46%嘛，国民党45.9%嘛，所以民进党申请了1335万，国民党申请了1309万，民众党申请了205万。那2023年呢，民进党就申请了，那当时民进党比较多了，民进党申请了1640万，国民党申请了990万。民众党申请了134万，时代力量申请了80万，那2022年就是1600、1000、130、79。那我刚刚第一次讲的那是2024年，就是韩国瑜当院长，这个民进党1300，国民党也1300，它是按照政党得票比例给予补助。那补助你各党拿了这些钱去做什么？其实合不合宜，可受公平。那我当然我个人认为到大陆去，你说去嘛，那是要推动和平，民主的目的就是我们争取和平嘛，所以民主的制度就是追求和平。那刚这次的政协会我们提到比较温和的讲话，就是追求和平。国际友人呢 ，AIT、美国智库、欧美这些都乐观其成。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是10年来习近平对台湾讲话最温和的一次。他也是诉求和平，没有统一2个字，没有1国2制。坦白的，这是公认的。习近平对台湾讲话最温和的一次，他也是诉求和平，没有统一2个字，没有1国2制。坦白的，这是公认的，所以让社会上的反应也觉得说，很多的中间选民，包括权力，台湾是可以追求和平而可得的。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如果不接受、不同意，你不推动也可以，我觉得也不需要反对。所以我也请清德兄，就是说，有政协会，那后面希望有赖协会。这个郑丽文铺了一个和平的道路，那你要不接受9·2共识，你可以提出赖习共识，只要北京同意。洪奇昌在这9个月去了大陆5次，洪基昌跟清德兄的交情，您可能不太了解。2014年，他起来台北开记者会说，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他们2个的清白。就是洪奇昌跟吴乃仁，所以隔天我就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他们2个不清白。结果再审以后重新审判，吴乃仁有罪，洪奇昌收了1350万，说认定为政治现金，就判无罪。我用吴乃仁来质疑赖清德，5月你那边入去关啊，你不爱实质，你要用政治生命给担保呢？他反应偌紧呢？嘉义员。你讲的因若清白，你要实质洪基昌判无罪，就是清白的你先死我是你就是对有才调，你先死我当死。
我当下就死啊。我咧总结顺，我当下就死啊。我都市长司机书互伊怎唔签？伊讲要签，我家己有别的了，你知道？是安尼啊，所以我讲的就是洪奇昌跟赖清德的关系有多深。好，明的这9个月去了5次，但我是乐观其成。明密使也好，明使也好，两岸对话沟通，全世界拢在战争，咱来争和平，这是正办嘛。所以，也许有的人听不下去，但是呢，习近平也在诉求两岸，他也尊重台湾现在的制度跟生活，跟我们已经不一样。这就是赖清德有空间去突破了哦。OK， 那荣介刚刚讲的这一段，舒培先回应一个。那除了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一块，郑丽文有直接呼吁赖总统，因为赖总统接下来要出国访问嘛，他讲说没关系，我等你回来，因为他在要去政协会以前就说希望政协会完了以后还会有包括赖政会，然后所有这些，所以包括他这个呼吁，赖总统府要很正式的来回应说，是不是真的要出现在朝在野两大政党之间的主席会议吗？这个总统曾经邀请过在野党来这个共同会商国事嘛，包含那时候朱立伦，然后这个柯文哲，还那个黄国昌啊，其实都邀请过，所以总统要邀请在野党一起来讨论大事，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什么，而且是国安问题，对，这之前就有了，但被拒绝的是谁？拒绝的就是在野党。那郑丽文现在去跟这个习近平见完面回来之后，要跟赖清德总统见面，到底是为了演戏，还是真正的觉得说，台湾现在应该要坐下来谈？如果真的要坐下来谈，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先过嘛。我们的这个国防条例，这个特别国防条例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就应该要先过？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牛许婷啊，现在是国民党的发言人，居然在这个所谓的强化防卫韧性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就要把因应中国军事威胁，把中共拿掉。台湾不是就是只有一个威胁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那为什么要把中共拿掉？为什么要把它改成国际情势？这是不是就是让自己又因为这个郑丽文去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我们连法案的名字都要去担心中国生气，连中共都不敢写，然后要把明明就是中共军事威胁，我们还要把中共军事威胁拿掉，变成国际情势。我觉得郑丽文要邀请总统见面，要谈国事之前，要不要先针对这一件事情好好的回答人民，为什么国民党要去改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哦。那我刚刚回应一下这个龙盖森啊，龙盖森跟总统的结婚真的就亲呢，因为亲到我拢有当时不太跟得上他们两个这个到底当时在台南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要回应就是说洪奇昌委员的事情，洪奇昌委员就是台湾人民，他要去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总统不会去关心任何一个人去中国几次，去哪一个国家几次，你有代志，咱嘛是足侪台商的啊。我们不是有很多的台商，其实都是在进出中国啊。我没有质疑洪奇昌啦。对，但我要讲的是说，你刚刚讲是说你为什么，就是你在讲赖清德的时候，然后你就讲洪奇昌去中国，但洪奇昌去中国没有像郑丽文设的。去接受了9·2共识的前提，去接受了什么所谓的反台独前提。反台独对习近平来讲很简单嘛，他反台独不是反台湾独立呢，他反台独是反中华民国呢。这件事情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呢，你去到遐你跟我讲，第一类，第二个，军机军舰老台，让台湾不和平，让海峡两岸不和平的，全部都是中共你黄海的郑丽文去参访的时候。中共用实弹演习来放烟火，郑丽文还说什么空中飞的要是鸟啊，结果中共放飞弹，你们完全没有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岸要和平民进党追求，我相信国民党跟我们是一样，但现在让两岸不和平的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郑丽文主席在这个部分有来做呼应啦。那刚刚当然讲到说。
这个国台办制裁民主基金会这一件事情哦，我再补充一下哦，民主基金会的这个副执行长叫做廖达奇嘛，刚刚这个范老师有讲，对，执行长，好，执行长是廖达奇老师。廖达奇老师在郑丽文出访中国的时候，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郑丽文主席去中国啊，是追求国民党的未来，还是追求自己的光荣？他是用这么严厉在指控郑丽文出访中国这一件事情哦，但没有想到居然回来之后接受了这个补助，但这个廖执行长讲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啊，如果两岸的交流也算是外交啦，也算是外交。那外交应该是国与国的外交嘛？我不晓得郑丽文主席是不是认定，他这一次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就如这个廖达奇执行长所说的，这是两岸的外交。但是伟航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的军购跟那因为两岸之间包括政协会这些也结束了嘛？对。那时候不是讲说接下来郑丽文主席要安排美国行？对。然后有人讲说就平衡两边嘛，是，而且也不要让美国觉得说那包括我们的军购条例会受到任何有没有到大陆去参访的影响或者这些。它真的会出现有一些的影响吗？那它之间的连结性是什么？这前两位许议员他提的啦，就是这个是不是如果继续党军购，赴美的规格会下降？因为赴美的规格，党主席嘛，至少要超越大党，要超越黄国昌的规格，要比他高。当然。那如果要真的像大家外界所传，郑丽文锁定2028，那还不只是要比黄国昌高，你还至少要跟卢秀燕比肩才行，可卢秀燕是市长，有城市外交啊，要如何比肩？那学问很多。其实这一些事前的传言开给郑丽文的功课就已经很多了嘛，你不能输给黄国昌，甚至还要超越这个卢秀燕，哇，技术难度很高。现在加上如果军购的表现不如预期呀，国民党的表现不如美方期待，你可能会被降规格。国民党的表现不如美方期待，你可能会被降规格。其实这些我要强调都是放话。那重点还在于郑丽文，你到底要压时间点是压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它会牵涉到你的规格，人家到底方便见你，人是不是在华府等等。但重点还是在于有这些消息出来，代表就是军购的这个议题需要有刺激。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确在进行协商，可是协商推进的速度大家都可以肉眼看到很慢嘛。是不是刚好对应到在外面的放话要拖到川习会之后？拖到川习会之后的这个大格局，就是说，因为川普可能在跟习近平见面的过程中，为了对中国释出善意，把台湾预定那么高的军购压下来，所以要先去制造出一个缓冲期，然后协商预计是进行2周了哈。目前讨论半天，只有讨论标题而已。OK， 法案名称第一条都还在吵吵闹闹，所以目前看起来似乎真的是有点搭配外界的怀疑，外界的放话正在走，就是说国民党真的好像有去中国回来，要去执行中国拖的这个命令啦，或是这种暗示明示啦。但重点还是在于国民党的后续反应。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比较忽略一个角色，就是陈清龙，就是民众党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如果陈清龙支持一个特定的版本，4月26号之后大会随时排进去。如果韩国瑜是愿意排的话，排了就表决，表决就是那个版本过，就民众党的版本过啊。所以现在在那边协商半天，真的有那样子的意义吗？就是大家合各言而至完了之后，会不会最后面并不是协商大家3党共识？我们还是在最终要进入最终决战。所以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委员说，如果要最终决战的话，提前就是在川习会之前，还有4月26号之后冷冻期之后这个时间要提前进行决战的话，先拉到民众党，就可以跟国民党不要耗时间。如果国民党那个时候刻意背葛军购，那就真的证实了他没有拿到对岸的指示。所以有民进党的主战派是想要去推这一个，但有人说如果能够协商过的话，给大家各有一个退路，因为不是只有条文，还有预算呢。难道要打2次？所以大家考量的点很多了哈，但重点还是在看后续这1个礼拜协商各方的表现。奕晨是那个国民党的家务事，但是为什么引起大家这么多的重视？那个新北萧敬腾一个初选，为什么一个初选，然后大家而且搞到巧芯直接，那个骂的蛮难听，他是骂主发会吗？对，主发会还有新北市党部。他骂什么？
我们是不宜在这个电视台说出现的。对，为什么会骂这么多？我知道他对于因为过程当中，对于那个国民党里面有人像萧敬腾他们这些在大罢免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力挺自己的人，甚或到一些对手阵营，然后去讲一些话或者怎么这些他们的感觉？但是初选完以后，初选完就完，可是为什么要骂主发会跟新北市党部？萧敬腾有骂的2个人嘛，一个是前主席朱立伦，也不是现任主席郑丽文啊。朱立伦那件事情停权3年，他有去申复嘛，他这也解决了嘛所以朱立伦那一趴已经过了。所以现在讲的是他骂谁？骂黄国昌结果骂黄国昌，国民党要用党纪去处分啊，果然蓝白合啊，萧敬腾啊。他骂黄国昌也有事在戏子骂黄国昌是有票的我要争取所谓的我最大的利益，我当然要骂黄国昌啦，因为黄国昌在戏子的仇恨值非常高，因为落跑嘛，落跑，所以萧敬腾选的又是戏子区嘛，所以国民党不要用党纪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啦，因为我们都知道罗智强跟徐小新挺的一个人也要参与初选嘛，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初选正在进行的时候，停权也同时出来了，所以萧敬腾因为徐小新要给他这个停权这些人不断的骂他，反而支持度现在冲到第1名因为再加上因为理由就是黄国昌，我一直都说黄国昌在戏子不止戏子，在整个新北的仇恨值都非常高，所以骂黄国昌是有票的。萧敬腾果然冲到第1名。但是他也被停权了，对啊，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新北市党部也不处理啦，就说那我交给中央党部党纪会去处理嘛，你们最后的提名也要送所谓的中常会去做最后提名，那我就丢给中常会嘛。看起来中常会好像也不想要接这个烫手山芋，直接说你新北北市党部处理嘛。好，现在不管国民党怎么处理，那萧敬腾到底算不算嘛？现在已经初选过了，而且第1名但停权但是被停权所以如果不算这是国民党至少在戏子区会产生一个麻烦嘛，因为他们如果提名这个第2名徐小新跟罗智强的这个人出来的时候，那萧敬腾非常有正当性说我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脱党参选嘛。我已经被停权了，做党纪处分了，那我干脆让你开除我也不管了，我就选到底。而这样的选到底，因为有正当性，因为他只是骂了他党的人，结果你被用党纪去给他做相关的处分。你知道我们最近很闷吗？我们都不能称赞萧敬腾怕他又出事因为称赞他也不行要变成是那青鸟侧翼又来了，所以我们忍了。今天到民调结束，我才要帮萧敬腾讲一句话：真的不要拿来用党纪作为初选这个互相攻击的工具。姚明，这件事情为什么一个政党内部的家务事，尤其这件事情会出现？当然，对萧敬腾来讲，他会觉得说你们就算停权，但老百姓的民意显然会是这样。可是你这样如果听在不管巧芯啦，或是好像原之也很不满，听在他们的耳里面，那不是反弹就更大了？萧敬腾民调过关不意外，但是麻烦是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民调的那一天。就是要办民调那一天，他被停权。好，那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还有申诉，他有申诉的权利，所以基本上只要在登记前，国民党搞定就好了啦。就是说到底是最后我提名谁或怎么样要搞定。但是如果你到那个时候，比如说就算你要提何元凯，可能何元凯已经我跟你讲，地方会说你像。那时候萧敬腾一定也去登记嘛，对，那最后你这个地方议员就开花，没错，所以对国民党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觉得刚刚义山当然他讲的是他的观察，但是国民党里面他不是只骂黄国昌他很多他讲说都是你们被有很多骂自己党内同志，他说他不是骂自己党内，他是说自己的党内同志被骂的时候，他没有去声援，或者他用比较嘲讽讪笑的方式去应对。那这个对他们，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上过很多节目，哇，变成。萧敬腾批斗大会，每一个都说他曾经被萧敬腾这个说过什么什么。那我想说，哇，这个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对啊。但我还是回到，就是说，如果萧敬腾真的觉得国民党你参加党内初选很重要，赶快去申诉，然后你去捍卫你的权利，那你能够得。如果国民党最后把这个停权假设啦这个取消或者怎么样，那是你的权利嘛。那如果没办法，那你自己思考要不要脱党参选，这是你的政治前途。那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国民党这个时候处理这样的事情，最后搞到地方跟中央两边都这个，然后还有立委又介入，最后我认为搞不好最后就重演彰化那个模式把整个原本的好的局最后搞坏。刘凯，要不要最后30秒，你自己这怎么办呢？Calm down。那个萧敬言他可以申诉，对，那申诉呢，第一个他可能最后申诉驳回，所以他不提名，那对他去参选也是好事。现在已经给了他养分了那如果申诉成功，他提名对他也是好事，所以对国民党也不是坏事，那如果提名这边有4席，2席国民党2席立的嘛，那如果提名原本的就另外国民党提了2个没有萧敬言，那萧敬言他认为他是可以拿到外面的票，吸到绿的票，那也许掉的是绿的，并不是掉的是蓝的，所以对蓝的没差，但对萧敬言有帮助。不管他有被提名没有被提名，这一次萧敬言的策略他都是成功的。那当然过去的党纪处分就是说在大罢免的时候你批斗自己同志怎么样，这是属于党章考纪委员做出了决定。那现在申诉20天，所以当时新北市党部出来以后，他就是第1名，有第2名、第3名，真忝嘛。所以 calm down， 萧敬言最后你自己抉择，你用无党籍选也会当选，你用国民党选也会当选。以我现在的看法。OK， 未来这些当然这是一个地方的局，然后放大来看的话，每个政党大概都有自己内部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尤其如果回到前面大家看到的民众党，对，我不晓得刚刚讲那个 calm down 是不是当柯前主席有时候 calm down 的时候，李珍秀真的能够 calm down吗？对于黄鸿昌、陈智菡他们来讲，又会怎么样看待？那未来政党政治发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